大家好，我是小鱼，小鱼来了。今天我们来做有趣又好吃的皮塔饼。首先我们调一个酵母水，然后用调好的酵母水来和面团。皮塔饼的面团是一个偏湿的面团，在和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些粘手，但是不必担心，一会儿我们要加入橄榄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看不到干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加入橄榄油。皮塔饼起源于地中海，所以通常是会加入橄榄油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可以用植物油来替代。接下来就需要我们耐心地将油和面团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充分地揉光滑。别看着沾得满手的面和油，其实这是在给手做 SPA， 我们这是一举两得哟。揉好的面团我们来进行发酵，大约发酵到 1.5 到2倍大左右，就是发酵成功了。案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便于操作。接下来进入给面团排气松弛的阶段。排气松弛好之后，我们分成6等份，然后再给每一个小面团进行一下排气和松弛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烤的过程中，皮塔饼的内部的气体能产生得更均匀，膨胀得更加迅速。成型后，我们盖上保鲜膜或者布来进行2次醒发。时间至少15分钟以上。这里面再次强调一下，一定要盖上保鲜膜或者布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水分蒸发。接下来就是将每一个小面坯擀成2毫米到3毫米左右的薄饼。擀好之后，同样也是盖上保鲜膜或者布，选择一口内高温的平底锅来烙制。我用的是铸铁锅，由于比较厚，所以需要提前预热一下。在锅完全热透的情况下来下入饼坯，刚开始需要勤翻动几下饼坯，使饼皮均匀受热。接下来就可以看到有趣的现象了，瞬间变成了一个仿佛要腾空而起的热气球。所以皮塔饼的另一个名字就叫做气球饼。饼的内部高温受热，水变成了水蒸气，使饼迅速膨胀。同时，油的加入使2层饼之间又能起到分离的作用，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。小孩子一般都非常喜欢看这个皮塔饼的烙制过程，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妨给他科普一点物理知识。接下来我们来切开，看看内部是什么样的。哦，原来是非常精致的小口袋，所以皮塔饼的另一个名字又叫做口袋饼。既然是口袋，我们就别忘了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菜，给它装满。或者呢，你从前面切一个小口，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口袋。这个是不是有点像肉夹馍？这个季节菠菜比较好吃，顺便我又做了2个菠菜味的皮塔饼。有着有趣灵魂的皮塔饼，做法又这么的简单，味道又这么的好吃。如果您喜欢，就请分享给更多的人吧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小鱼，小鱼来了。